中国人又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。2024年，中国地方政府创下了史上最高的举债记录，高达9.8万亿。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吗？这相当于每个中国人都要背上7000块的新债。但更可怕的是，这些钱有61%都是用来借新还旧的，说白了就是拆东墙补西墙。我们来算算这笔账，9.8万亿里面，新增债券是4.7万亿，再融资债券是5.1万亿。这个再融资债券啊，本质上就是借钱还债。而在新增债券里面，3.8万亿说是用来搞建设，但还有0.9万亿是用来置换存量隐性债务。你看，加起来就是6万亿再还旧债，这不就是在玩击鼓传花吗？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这些债务的规模年年再创新高，去年同比增长5%，而且看样子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实在太瘪了。我给大家爆个猛料，就连中国财政部长蓝福安都不得不在去年11月承认，财政收入未达预期。这种话要是放在以前，打死他们也不会说出来。而智思时代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1至10月份的财政收入增速处于相对较低区间。这种官方话语翻译过来就是情况糟糕透了。那么地方政府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有的开启了远洋捕捞模式，派公安跨省抓企业家罚款；有的则是蚊子腿上也要刮油。比如福建有个老太太卖芹菜赚了14块钱，愣是被罚了10万。南京甚至因为自行车没牌照就罚款50元。某地财政局更是破天荒地发文说要加大罚没收入征缴力度，这不就是明摆着要劫富济贫吗？只不过这个贫是指地方财政。来看看这些创收的成果，2024年前11个月，非税收入达到了3.7万亿，同比增长17%。特别是在10月和11月，非税收入增速更是飙升到40%左右。我问问你们，这种增长速度正常吗？实际上，现在很多地方政府的情况，就像是一个月光族，工资不够花，信用卡全部刷爆，只能靠各种花式创收和借新债还旧债来维持。但问题是，这种做法能持续多久呢？特别是现在地方政府还背着14万亿的存量隐性债务，这简直就像是一座随时会崩塌的大山。中国当局说要用新增专项债券来置换这些隐性债务，但这不就是把隐性变显性吗？债务的本质并没有变，只是换了个马甲而已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借来的钱究竟用在哪儿了？官方说是用于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，但你看看全国各地，有多少是烂尾的工程，有多少是根本创造不了收益的面子工程？这些项目怎么可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还债呢？说到这儿，我就想起一句老话，饮鸩止渴。现在的地方政府就像是在喝毒酒解渴，借新债还旧债，看似起了燃眉之急，但实际上是在把问题越积越大。这不是在解决问题，而是在制造更大的金融风险。说到制造风险，最近他们又整出了一个神操作，给全国4800万公务员集体涨工资。这个消息说的神神秘秘的，一点官方通告都没有，就跟做贼似的。但是从各地公务员的工资单上，大家发现突然多了一笔欠薪或者补发的款项，原来是从2024年7月份开始补发的，平均每人每月涨了500块钱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4800万公务员，每人每月涨500，一年下来就是2880亿。这还不算退休人员呢。根据消息，退休干部的退休金也要涨10%以上，部级干部每月加600，科级加400。这么算下来，一年至少要砸进去3000多亿。这钱从哪儿来？刚才不是说地方财政都快崩溃了吗？
而且你们记得不？前几年各地政府不是一直在喊要过紧日子吗？怎么突然就有钱给公务员涨工资了？更搞笑的是，官方说这是为了提振内需，刺激消费。我给大家算算这个刺激有多大，就算4800万公务员把涨的工资全花了，一年也就2880亿的消费。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计在40多万亿，这点钱连9牛1毛都算不上啊！而且你想啊，现在民营企业的员工都在降薪甚至失业，你却给吃财政饭的人涨工资，这不是明摆着要激化矛盾吗？一位网友说得好，救民先救官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更讽刺的是，很多公务员表示这次涨薪根本不够补偿之前的减薪。一个女教师说，虽然基本工资涨了，但是各种补贴奖金都砍得差不多了。这不就是典型的明升暗降吗？就跟变魔术似的，一会儿加一会儿减。有经济学家说，这是在鼓励更愿意消费的人消费。这话说的，我都替他臊得慌。你是在暗示公务员比老百姓更愿意消费，还是在暗示只有公务员的消费才能救中国经济？实际情况是什么呢？2024年，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，外贸出口下滑，房地产市场低迷，民营企业举步维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不去想办法提振实体经济，不去解决企业经营困境，反而给公务员涨工资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更要命的是，现在很多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。有的地方把公务员工资拖欠好几个月，有的地方把奖金福利全部取消，还有的地方甚至开始裁减编制。你现在说要给全国公务员涨工资，这不是在画饼充饥吗？说白了，这次公务员加薪就是一个安抚剂。中国当局知道现在经济形势不好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，很多公务员都在抱怨，所以就想着发点钱稳定一下军心。但是问题是，这种书写式的做法能解决根本问题吗？而且你们发现没有，这次加薪特意选在年底，还是悄悄地进行。为什么？就是怕刺激到老百姓呗。现在民营企业员工工资都在往下降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你这时候高调宣布给公务员涨工资，这不是在往老百姓的伤口上撒盐吗？说到这儿啊，大家可能会问了，为什么中国经济现在怎么搞都搞不起来了？前几天新华社还发文说，中国还有比较大的举债和财政赤字提升空间呢。他们说，中国政府负债率才 67.5%， 比 G20 国家平均的 118.2% 低多了，暗示明年还可以继续加大财政赤字。我直接给你们翻译，这就是在为明年继续大举借债打预防针。现在市场都在传，2025年的财政赤字率要提到 3.5% 到 4%， 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要打破历史上 3% 的隐性上限，要开启举债模式的最高档了。但是大家要明白啊，这个 67.5% 的负债率是怎么算出来的？那些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算进去了吗？那些政府平台的债务算进去了吗？那些国企的债务算进去了吗？这就跟公司财报一样，好看的数字都放在明面上，不好看的全藏起来了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缺钱了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制度性的问题。这些年来，中国一方面在收紧对地方的管控，另一方面又要地方政府去刺激经济，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你想啊，以前地方政府为了 GDP 可以大干快上，举债搞项目，现在倒好，一方面要反腐，一方面要维稳，一方面还要还债。这些官员哪还敢大胆干事，不就是混日子保平安吗？最近这1年多来，各种政策可谓是层出不穷，什么促消费20条啊，什么金融16条啊，什么房地产白名单啊，但你看看效果如何？消费提不起来，企业不敢投资，房地产继续萎靡。为什么？
因为这些政策都是在治标不治本。说得更直白一点，现在的问题是，他们想要既要马儿跑得快，又要马儿不吃草。他想要经济发展，但又不愿意放松控制；想要市场活力，但又不愿意真正让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。这不就是在自己和自己打架吗？有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如果恢复经济发展不得不动摇集权制，那他们一定是不能接受的。这话说到了点子上。你看看现在民营经济的处境就知道了，国进民退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。为什么？因为让民营经济做大了，就动摇了党的经济基础啊。更惨的是，现在地方政府都已经被逼到墙角了，债务高企，财政收入下降，但支出只能增不能减。怎么办？只能是东挪西借，今天堵这个窟窿，明天补那个窟窿。这不就是在打太极吗？有意思的是，每次经济出问题，他们的办法都是一样的，加大投资，扩大内需，稳定预期。但现在这些老办法都不灵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周期问题，而是整个制度设计出了问题。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是得了重感冒的病人，但医生只给开退烧药，烧是退下去了，但是病因没解决啊。而且现在这个病人还整天喊着说我没事，我很健康，我还能继续熬夜加班，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？所以啊，2025年的中国经济恐怕会更加艰难，地方债务会继续膨胀，财政收入会继续承压，老百姓的日子只会越来越苦。除非他们愿意做出真正的改革，否则这个局面很难扭转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现在很多人都在等着政策底、市场底，但他们可能忘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，有些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的。就像那句老话说的，赌不如输。光靠借新还旧、加税罚款、控制市场，最后只会把经济越搞越糟。